知道了。魏无羡拿起几片菜叶，直接扔进红汤里，烫了10几秒，又带着油水捞出来，在辣椒碟里蘸了一下，就这红彤彤的辣椒面直接送进嘴里。不辣吗？蓝忘机着实为这人的肠胃担忧。辣才好吃。魏无羡吸着气，拿起饮料吨喝了好几口。蓝忘机无语。这几天路上都是买年货的，魏无羡遇到堵车，回到公司时已经是上班时间了。和蓝忘机一进电梯，就遇到了蓝启仁和蓝曦臣。魏无羡冲两人礼貌地笑了笑，和蓝忘机一起迟到，等于有免死金牌了。蓝启仁瞪了两人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电梯缓缓上升，蓝启仁闻着味道不对。忘机，中午吃的什么？蓝启仁嫌弃地看着两人。火锅。蓝忘机回答。怎么大中午跑去吃火锅？蓝启仁受不了两人身上那股味道，不悦地掩着鼻子。魏婴想吃。蓝忘机惜字如金。蓝启仁和蓝曦臣一起又看向魏无羡。魏无羡尴尬地左右看看，不着痕迹往蓝忘机身后躲。魏婴。蓝启仁刚出声，电梯门就开了。蓝启仁要说话，蓝忘机和魏无羡不敢直接离开。算了，走。蓝启仁摆摆手，不耐烦地说。第二天，聂怀桑又来邀请魏无羡一起聚餐。蓝副总今天应该不会再有安排了吧？聂怀桑掐指一算，蓝副总今天应该不会再请吃饭。应该不会吧？魏无羡想到昨天电梯里的状况，心想蓝副总一定再也不想带他出去吃饭了。那就这么定了。聂怀桑双手一拍。临近中午，魏婴走了。蓝忘机推开门，看也不看魏无羡一眼，直接往电梯走去。啊！魏无羡迷茫地看了看聂怀桑和罗清扬，赶紧跟了上去。蓝忘机走得很快，魏无羡跑了几步才跟上。去吃饭吗？不问我吃什么吗？魏无羡好奇地想。今天蓝忘机直接开车带魏无羡来到一家十分典雅的餐厅。入座后，服务员开始上菜。这是……魏无羡看着一道道菜都十分清淡，养生蘑菇羹、淮山烧牛肉、清蒸黄花鱼、清炒西兰花。服务员热心介绍。有辣椒酱吗？魏无羡弱弱地问。服务员笑着回答，抱歉，没有哦。魏无羡抬头看向蓝忘机，对方亲自舀了一碗汤递到魏无羡面前。魏秘书要注意养胃。快要放假了，蓝副总秘书室3个人凑在一起聊天。过年你们都去哪里？魏无羡问道。我哪也不去，在家陪爸妈。罗清扬说。你天天跟爸妈住一起，过年也不出去玩呀？聂怀桑一脸不可思议。我准备去海边度假，这边冬天太冷了。还要走亲戚吗？罗清扬白了他一眼。魏秘书你呢？当然是回夷陵，我也要回去陪陪爸妈。魏无羡之前过年都回夷陵。啧，你们都好无趣。聂怀桑撇撇嘴，什么年头还要走亲戚，不怕被催婚呐？绵，我自有应对办法。罗清扬神秘一笑。魏无羡沉默了，他回去会不会被催婚呢？自己都还没有女朋友呢。前几天藏色还在暗戳戳问他有没有喜欢的人。他现在习惯跟蓝副总待在一起，压根没有想去谈恋爱的心思。以往过年时候家里也不会有什么亲戚来访，但以防万一，魏无羡还是给藏色发了信息。老妈，过年家里会有客人吗？没有哦。魏无羡松了一口气，但手机立刻又响了。因为我和你爸要出去旅行啦。魏无羡吃惊不小，拿着手机赶紧问。啊？去哪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现在知道了。魏无羡。正当魏无羡发呆之际，藏色又回了一条，所以你过年不要回夷陵了，家里没人哈。这边家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呐。魏无羡鼻子一酸，一阵孤独的感觉涌上心头。虽然入冬后他一直赖在蓝副总家蹭暖气，但大过年的，他肯定不好意思继续住在那里。魏秘书，你怎么了？罗清扬伸手在魏无羡面前晃晃。没什么。魏无羡也没了闲聊的心思，自己回座位了。魏无羡一天心情都不怎么好，郁郁闷闷的，跟人打招呼都有气无力，干什么也是一副精神无法集中的样子。魏婴，咖啡洒了。啊，对不起。
魏无羡连忙抽几张纸巾擦干净。在想什么？蓝忘机把魏无羡这一天的样子都看在眼里。蓝副总过年会回老宅吗？魏无羡脱口问道。蓝忘机微微摇头，不会。不是有家宴？魏无羡心想，蓝家家大业大，成员众多，家宴不知道要办好几天，除夕过后就没有了。蓝忘机解释。哦，魏无羡若有所思点点头。魏秘书呢？蓝忘机反问。我就待在家里。魏无羡尴尬一笑。要过来一起吗？蓝忘机说。啊？魏无羡半惊讶半疑惑，方便吗？方便。蓝忘机垂眸看着手里的书，家里没其他人。大年30这天，蓝忘机中午自己开车回老宅吃饭了。魏无羡一个人在家无聊，想着晚上好多餐厅也不会开门，于是去超市买了皮和馅，准备包饺子。